我卸载了抖音，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很差的 app， 相反，它做得太成功了。从一个产品的角度看，界面友好，操作简单，内容丰富，并且能随时随地刷，一个现象级的手机软件。早上公交车上可以刷，吃午饭排队可以刷，午休时可以刷，晚上睡觉前躺床上可以刷。抖音一条视频可能1-20秒，很短，可我每次刷都会刷半个多小时。刷完了，关闭抖音，却又常常感到茫然和空虚。这种感觉有点奇怪，刷抖音的快感与刷完的茫然同时存在，似乎不太合理。抖音创始人张一鸣有过类似的表述，很多人人生中一半的问题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没有延迟满足感。但其中又有一些微妙的差别。张一鸣把人划分为2类，活在现实中的少数精英和围绕着一个东西转的大部分人。他表示，少数精英追求效率，实现自我认知，他们活在现实中，但大部分人是需要围着一个东西转的。不管这个东西是宗教、小说、爱情还是今日头条，用户是需要一些沉迷的。我不认为打德州、喝红酒和看八卦、看视频有多大区别。敏锐的他甚至在生物和商业的千变万化中抓住了一些不变的规律。他曾代表自己的高中参加过生物竞赛，读大学的时候一开始报的是生物专业，没选上。时隔快20年，他仍然记得一本北大教授陈月增写的教科书，叫做《普通生物学》，说影响自己很深。生物从细胞到生态，物种丰富多样，但背后的规律却非常简洁优雅。这对于你设计系统或者看待企业经济系统都会有很多可类比的地方。张一鸣提到过，生物学对自己的创业有所启发，带着对人性的判断和对生物规律的欣赏。2012年3月，张一鸣开启了字节跳动的创业之路。这个面对现实的理性精英创造了不少让绝大部分人围着打转的东西。在创业最初的90天里，张一鸣先后推出内涵段子、搞笑囧图、内涵漫画等多款应用，直至被政府责令关停前，内涵段子的用户量已经达到了2亿。2012年8月，今日头条正式发布。2017年7月，时隔5年，今日头条日活量达到了 1.2 亿。2016年9月上线抖音。2018年6月，不到2年时间，抖音全球日活飙升至 1.5 亿。这些拥有无与伦比增长速度的产品，精巧庞大，是产品经理们口口称赞的成功案例，但却无一例外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即刻满足你的本能欲望。某种意义上讲，张一鸣的创业也几乎全压在了人性的赌桌上，没法收手。延迟满足感的本质是克服人性的弱点，而克服人性的弱点是为了更多的自由，这是张一鸣曾说过的话。而如今，人性的弱点却成了科技精英的摇钱树。回头再看抖音的走红，从不是个意外，处处都是精心。如果你留意的话，会发现抖音首页隐藏了手机时间，手机顶部的所有信息都被隐去。在播放短视频时，你无法知道现在几点。抖音刻意模糊了你对时间的判断，不清楚自己究竟在这个产品上玩了多久。等你反应过来，几个小时、半天可能就过去了。对于以用户时长为导向的 App 来说，你的时间就是他们想挣的钱。知道还有什么地方不设时钟吗？赌场。这个地方压根不想让你知道现在几点，目的就是让你一直赌下去。更有甚者，连赌场外的餐厅、商场都设置了电子天幕，24小时头顶都是蓝天白云，让你不知道白天黑夜，感觉天色还早，赌场上还能再杀2盘。你留的时间越久，花出去的钱自然也就越多。全屏幕沉浸式的抖音界面，短视频直接霸占整个手机，取消了其他产品常见的条框，也相当于隐蔽了窗口。当短视频为横屏时，采用了黑色背景，近类似于电影院熄灯后的密闭空间，排除其他干扰，尽可能的让你沉浸。这样一来，你的世界里只有抖音，连手机上的其他 App 也不能轻易来干扰你。类似的精心设计，还有赌场的无窗安排，在赌场几乎看不到透明玻璃窗，甚至连磨砂玻璃窗都没有，把你和外部世界隔离开，任何对客人赌博的心造成干扰的因素都会被排除在外。同时，赌场的四面布局和环境都非常相似，装潢华丽，色彩鲜艳，
让人失去空间方位感，很难找到出口。抖音这个花园迷宫也是进去容易出来难。抖音的每个短视频内容间距非常近，你根本不需要做过多的动作。遇到不喜欢的视频，下滑换一个，并且下一个内容也是系统推送给你的。而其他长视频 App 看到不满意的视频，你需要做出一个关闭退出动作，以及重新选择新视频的动作。参照赌场大厅，密密麻麻都是赌桌，每张赌桌之间的距离非常近，每个出口都摆满赌博机器。它要强化这种赌桌的吸引力，不让你轻易离开。刷抖音看到不喜欢的内容，相当于这盘局势不好，输了你不开心，只需要滑一下，说时迟那时快，你的眼前迅速切换了一张新的赌桌。手里的牌也好，看上去有点意思，原先感觉有点厌倦打算起身的你被挽留了下来。你以为是自己做出了选择，但其实仍然是那个被动接受者，一切早已被安排好了。抖音强化了这种虚拟的赌桌与赌桌之间的无缝衔接，你甚至都不需要起身，不需要做任何的选择，享受快乐就行。结果显而易见，你被绑在了刺激又兴奋的赌桌上，再也下不来。抖音没有门槛，直接刺激奖励。进入抖音的首页没有搜索键，一上来就是短视频。通过它高效的算法和标签，第一个推给你的视频往往就能戳中你。比如孕妇用户看到的第一个视频往往是育儿向的，麻烦的注册流程不需要，复杂的操作方法也用不上。一打开抖音，直接跳出你感兴趣的短视频，一上来就给你反馈刺激。反观赌场的入口，往往摆了一排老虎机和投资机，简单直接20港币起玩，看上去很不起眼的东西，好像也没什么杀伤力，却是赌场中非常重要的收益之一。凭借着简单的设置，而且看上去毫无危险，玩家的警惕性被大大降低，同时不需要你思考，给你快速强烈的愉悦反馈。这种极低的门槛、极高的奖励，把大批量原本只打算观光的游客变成了不知不觉的赌客。抖音15秒儿童音乐的快速爆发，也催生了一批抖音神曲，甚至有人称之为口水歌。不少抖音用户肯定体验过被这种歌曲洗脑的感觉，大脑不受控制地循环着这些旋律，随时随地的在脑海里自动播放，并且伴随着抖音里的有趣画面。这种现象有着自己的学名，不自觉的音乐幻想，小名耳虫。科学研究发现，能盘踞你大脑单曲循环的音乐，往往旋律简单，回环往复，节奏轻快。再观察抖音配乐，多为歌曲的高潮部分，极具记忆点。同时，抖音上的音乐配乐有一个突出的共性：简单和重复。这些歌曲节选出来的旋律变化简单，拥有着重复的旋律、重复的高音、重复的节拍，歌词也通俗易懂。高频的重复性使得用户对歌曲的记忆得到了强化。同时，实验表明，耳虫现象中的音乐时长大约在10到15秒，恰好是一个配上音乐的抖音视频长度。一般情况下，人在情绪焦虑或者低注意力的时候，大频率会出现耳虫现象。那么抖音的15秒配乐就像一个隐形的开关，当你精力涣散、思考缓慢之际，悄悄打开，霸占你的大脑。而这个节点，你可能会顺手拿起手机，下意识地刷2下抖音。你以为是你主动做出了打开抖音的选择，但事实上很有可能是短视频 App 早已操纵了你。正如巴甫洛夫操纵了他的狗，生物学中著名的操纵实验经典条件反射。巴甫洛夫在研究狗的消化情况时发现，一开始狗只在看到食物时分泌唾液，后来只要投喂饲料的研究员一靠近它，狗就不受控制的流口水。尽管狗没有看到食物，巴甫洛夫又做了进一步的实验。首先，研究员在狗的面前敲击音叉，很显然听到音叉发出的声音时，狗没有任何分泌唾液的反应。而后，研究员先敲击音叉，随即给狗投食。多次之后，狗一听到音叉的声音，就会联想到食物，产生期待和进食的欲望，分泌大量唾液。这是一种后天的条件刺激，也是一种人为的操控。而刷抖音的你，脑海里也许就有一把人为的隐形音叉。当抖音神曲不自觉地飘过你的大脑，你就联想到了有趣的短视频画面，以及观看视频时会心一笑的享乐感。又如同音叉发出音响，你开始无意识地期待着来自抖音的视频刺激和感官满足，结果就是你可能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操纵着玩起了这个 app。
抖音无法预知的内容全屏设计，使得每次用户只能看到当下的内容，只有下滑才能看到下一个短视频，你无法准确猜到下一个视频究竟会是什么，这就是让你无法自拔的重要原因。这个套路谁最会玩？老虎机。不可预知的期待和刺激相当于老虎机的间歇性奖励。相比之下，在抖音这类短视频产品出来之前，长视频产品几乎采用的是并列式的瀑布信息流。这样的设置让你通过浏览视频标题、视频缩略图，很快判断自己是否感兴趣，节约了用户的时间，让用户能自行选择想看的视频。可抖音呢，显然它从始至终就没想着为你节约时间。说说老虎机，不论摆在赌场还是街边小店，都生吞活剥了不少人，非常不可思议。这么简单的一个玩意，却让人难以自拔。学界也迟迟无法找到科学的解释。20世纪中期，心理学家斯金纳以老鼠为研究对象，研究奖励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意外地发现了老虎机以及赌博使人着迷的核心机制。他在一个透明箱子里放置一只老鼠和一只取食杠杆，如果杠杆被触碰，就有食物进入箱中。数次之后，老鼠学会了操纵杠杆，合理取食。之后，斯金纳做了个意外的改动，奖励策略变为1分钟只给1次食物，并且投食时间随机。出乎意料的是，箱内的老鼠开始更为高频地触碰杠杆，陷入一种着迷状态。这也成为了生物学中鼎鼎有名的更进一步的操控实验——操作性条件反射。实验发现，随机的、不可预测的奖励最为刺激，而在这个过程中，不易察觉的兴奋笼罩着你，大量多巴胺充斥大脑。不少文章提到了一个观点：分泌多巴胺让人产生快乐，这是对多巴胺研究成果的片面误读。多巴胺真正的效用在于期待奖赏。当你对一件事充满期待和渴望的时候，你的大脑会产生大量的多巴胺，使你拥有兴奋刺激的感觉。刷抖音上瘾的人往往会觉得明明已经很累了，还是控制不住想要看下一条，再一条，再看一条。多巴胺的副作用也会导致你疯狂的期待奖励，寻找奖励。过多的多巴胺让你保持在非理性的饥渴状态，没办法感到满足，没办法停下来，哪怕筋疲力尽。当人们通过各种超正常水平的活动刺激多巴胺的活性时，负责奖赏、决策、控制冲动的前部纹状区活性降低，负责认知的脑前叶下腹中轴皮层活性降低，负责行动的个体边缘系统活性增强，更愿意尝试冒险行为。长期下来，你的认知能力、思考能力、决策能力、自制能力都会持续下降，同时你的冲动性在逐渐加强。事实上，你失控了，甚至被控制了。然后你会发现一个你可能不愿意接受的事实：人本能起来和斯金纳的老鼠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局里局外玩的全是人性。如今，这些人性的弱点已经成为了全球少数精英牟利的手段。信息流开发者阿萨拉斯金说，在你的手机屏幕背后，有着上千的工程师正试图使软件最大程度地让你上瘾。那些让人停不下来的快乐，从未像今天这样被低成本的大范围的复制传播。他们制造大量的迷局，没打算让你下赌桌。而当你被榨干掏空身上的每一分钱，走出赌场时，你几乎不会说这赌场的用户体验太好了，因为你从一上赌桌的那一秒开始，就注定了不公平交易的开始。谨慎而又盲目是绝大多数人会犯的错，逃避不应该逃避的，却又冒不应该冒的险。10赌9输，人生本来就是场不对等的游戏，而科技权力的过度集中正在加速着这种不对等，并且更为隐蔽。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不是电脑会被入侵的时代，而是人类会被入侵的时代。未来多数人可能都难逃被入侵、被控制的风险。科技精英手握权力，他们的影响力超乎以往的任何一个人。技术可以中立，但拥有技术的人不一定。科技的暗箱之中，选择是否会逐渐成为权力者，为弱者编织一个谎言。有时候我们甚至都没办法意识到，这是一场不对等的交易。在科技权力者的面前，我们赤身裸体，而对于他们，我们一无所知。究竟是我们在使用科技，还是科技在操纵着我们？这一界限越发显得模糊。1931年，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先知一般地揭示了权力者对人的控制可以通过爱与幸福的感受实现，而非通过暴力与恐惧。如今预言已经进入100年倒计时，自由的荒野正在逼近。
有人选择成为巴甫洛夫的快乐狗，有人选择成为斯金纳寻求刺激的小鼠，有人选择做归属于自己的人，受苦受难也要追求更真实的幸福，更自由的快乐。有的人选择做第三种人，又希望其他人永远不能少。薛定谔梦见猫，好奇心连接你我。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我们下期再见。